$1000在今天的中国，它已经成了一个沉甸甸的枷锁。8月4日，中国抛出最新外汇紧箍咒，个人向境外汇款，只要单笔超过人民币5000元或者等值$1000，就必须核实身份、登记全套资料，还要接受银行和支付机构的多重盘问。理由很高大上，反洗钱。可事实呢？这分明是外汇紧缺到连小钱都要掐着指头算的信号。一个数字让人心头一紧，$5万的年度个人换汇额度，等了几十年都没提高，反而等来了一个缩水版的$1000新门槛。这不仅是画地为牢，更是告诉所有人外汇比黄金还紧俏。更扎心的是，这背后并不是单纯的谨慎监管，而是一场金融机构之间的层层加码游戏。文件只是明面规定，可在实际执行中，银行、支付平台、外汇服务公司都会被要求宁可多查，不可放松，责任链条像绞索一样，一环扣一环，换点美元就像闯关，能不能成功，全看银行心情。为什么要这么紧？看数据就知道了。中国央行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7月外汇储备下降$252亿，仅剩$3.292万亿，结束了连续6个月的增长。别小看这$252亿，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，它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在加大，意味着中国需要动用储备去稳汇率、补缺口。而另一边，中国央行已经连续第9个月买入黄金，这是典型的防御性操作，说明他们对美元资产的未来并不放心。但讽刺的是，外汇储备的美元部分依然是中国的命根子，没有美元就买不到关键的芯片、能源、粮食和海外资产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外汇的出血口有多大？根据 ADData、世界银行等公开统计，自“一带一路”启动以来，中国对外援助和放贷总额已经高达$1.34万亿，相当于当前外汇储备的40%左右。钱去了哪儿？很多项目在非洲、中亚、东南亚，甚至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修高铁、建港口、挖矿山。可一旦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政局动荡，债务违约的风险就像定时炸弹。斯里兰卡、赞比亚、老挝，一个个都是前车之鉴。更残酷的是，这些钱很可能收不回来。2024年底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，中国“一带一路”贷款的违约和重组比例已经超过60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用外汇大撒币换来的不是收益，而是呆账和死账。这就好像家里已经负债累累，还非要借钱去给邻居修花园。于是国内的紧箍咒就套上来了。中产阶级感受最深，过去1年想把钱汇出去，必须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，购房合同、留学录取通知书、医疗账单，而且银行的审核标准一再收紧。有的人申请$5万额度，被要求拆成几笔小额转账；有的人干脆被银行劝退，理由是用途不够明确或资金背景存疑。这就像是明明在银行里有钱，却被告知钱是你的，但你不能用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中小企业和民企也在被套牢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6.2%，尤其是高科技和敏感行业，资金汇出几乎寸步难行。就算获批了，也要经历漫长的审批和外汇登记流程。有企业主吐槽，不是我不想出海，是我的钱出不去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是一个死循环。外汇储备下降，政府担心资本外流，加强外汇管制，企业和居民更想把资产转出去，资本外流压力更大，再加码管制。就像有人溺水，不去想办法游上岸，而是拼命抱紧手里的气球，最后气球也破了，人也沉了。想跑的人越来越多了，
这是当下中国金融圈的一个共识。别说富豪和企业家，就连普通中产也在用各种方法把钱搬出去。有人换成黄金、钻石放在家里，有人用亲友账户分批换美元，还有人干脆去港澳、新加坡开户。哪怕汇率不划算，手续费高的离谱，也要先把钱挪到国外。你可能会问，真有这么夸张吗？有数据为证。根据瑞士信贷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公开报告，仅2024年，中国富人通过家族信托、境外保险、海外置业等渠道转移的资产就超过1.2万亿美元。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，不包括地下钱庄、虚拟货币转移等灰色手段。外汇管制越严，地下钱庄就越活跃。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沿海省份的隐形银行早就升级到跨境操作，用虚拟货币套现，用境外公司对赌结算，甚至假贸易转移资金。公安部2025年上半年公布的打击成果显示，仅6个月，全国就破获地下钱庄案件770余起，涉案金额高达4500亿人民币。而这意味着，官方能查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对外投资收紧，不代表企业就甘心被困在国内。尤其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，他们知道，一旦被限制采购关键零部件或遭遇海外市场封锁，命脉就会被卡在别人手里。于是，有的企业通过海外代工厂曲线投资，有的则在东南亚注册新公司，把国内利润转移过去，避免资金被卡死在国内账户里。然而，这样的资金外流恰恰加剧了中国的外汇焦虑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逆周期调节，表面上是稳定市场，实际上是把能收的外汇全收上来，能留的美元一分不放走。比如，出口企业必须在指定期限内结汇，银行会劝企业直接换成人民币，而不是留着美元账户。很多出口商苦笑，货是卖出去了，钱也回来了，但换成人民币之后，我们连进口原材料的钱都不够了。北京方面这些年一直在推人民币国际化，可现实是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3%左右，和美元近90%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更糟糕的是，国际投资者普遍担心中国的资本管制，今天你能自由汇出资金，明天就可能被新规卡住。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，让人民币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。一旦外汇储备下降到一个危险区间，北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：要么放弃人民币汇率稳定，让人民币大幅贬值，以减少资本外流压力；要么进一步收紧外汇使用权，连企业的贸易结算和个人的留学资金都严格限制。历史上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2015年人民币大幅贬值，都是在外汇储备出现明显下降、资本外流压力飙升的情况下发生的。而现在，外部还有更大的麻烦：中美关系紧张，美元利率长期高企，新兴市场债务危机蔓延，这些都可能随时引爆一场新的外汇风暴。对普通人的影响有多大？如果人民币贬值，进口商品、海外旅游、留学成本都会飙升；如果外汇管制加码，跨境购物、汇款、海外投资都会被锁死。对于那些靠外贸吃饭的中小企业，资金周转甚至可能断裂。到那时候，不只是外汇短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经济的流动性危机，现金流枯竭、债务违约、企业倒闭、失业潮爆发都会接踵而来。最后，这场外汇困境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绞索，正在悄悄收紧。它不一定会在明天就勒住中国经济的咽喉，但每一次新规、每一笔资本外流、每一次储备下降，都是在拉紧这根绳子。当人们发现连区区1000美元都要查身份、问用途的时候，其实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，钱在
还能用多久？没人敢打包票。